事儿？我感觉您好像有心事啊。你从哪儿感觉出来我有心事儿？那您大晚上喝什么咖啡啊？喝咖啡就代表有心事儿啊？您可以和我说说。我没心事儿。你有事儿吗？我是过来感谢您的。为什么感谢我？为您每一次匡扶正义，除恶扬善。够响亮的啊！嗯。那请你以后再站在正义那边的时候，能不能也稍微站稳一点儿？别老是让我拼了命的匡扶你。下班回家了。少喝点儿。等一下，给我3秒，让我享受一下这种有人敲门的感觉。以前谁要找我，就直接站到我面前来，顶多就是敲敲我的隔板。有办公室真好。主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你不能当首席运营官，也不能做权益合伙人。我不能为你破这个例。可是你已经答应我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所以你得允许我改正错误。我要是不允许呢？我并没有跟你签协议，也没有让人事部门发出正式的人事任命。你应该说话算话。这是你的聘任合同。行政总监，在我心里，你是一个真正的行政天才，但是合伙人真的不可以。那首席运营官呢？我需要跟你留出更多的进步空间。如果以后你又进步了，我应该拿什么奖励你呢？你说呢？好，你赢了。是双赢。是双赢，可是你赢的更多啊。期待你继续努力，早日成为首席运营官。那我现在是应该说是老板，还是应该说好我加油啊？你想说哪句？你想听哪句？你选。是老板。好，我加油。齐家保健品的案子，我恐怕做不到此为止。我看错你了，我就当您是在表扬我。是表扬，谢谢。再接再厉啊！好，我加油。还有啊，以后给我打电话，不许坐在办公桌上。好，再给你打电话，我一定沐浴更衣，以示庄严。哈哈哈哈！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必须说到做到。谢谢，谢谢你，冯主任。挂了。我们走吧，另起炉灶。我不喜欢逃避。那我们就这样这么臊眉打眼的在这儿待着。你的这些做法，往严重里说，已经损害了律师行业的形象了。那你就直接把我开除好了。让你道歉是给你机会，他是我最大的客户。咱们律所的价值观什么时候变成了谁有钱谁就正确？
你和何塞必须搞好关系，不能让人认为我们律所里两虎相争。绝不能把责任推到助理或者临时工头上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会让你负全责。老大，你要相信我。我是相信你，但是你要让我清楚，否则别人不知道我和那姑娘什么关系。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客户身上。我们必须要让来找我们以及准备来找我们的客户知道，我们全景律所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接，也不是说你有钱就一定能够成为我们的客户，而高胜诉率也由此产生。我觉得咱们这样做对他不公平。如果你与我为敌，你的损失一定大过我。欢迎竞争，愿赌服输。这一转眼，半辈子就过去了，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我对你们来说是良师益友，对我的家庭呢，我是什么？你现在是全景的律师，你接的案子关系到全景的声誉，输赢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那是我应得的。我喜欢全景，因为我喜欢这里公平纯粹的工作环境。只有小律师，没有小官司。再小的官司，对老百姓来说也是大事。你为什么要对一个实习生的冲动负责呢？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冲动，而那时候是您站在我前面为我那些冲动负责。那句话是怎么说的？长江后浪推前浪。但是法律最重要的，还是应该要维护公平，而不仅仅是判定合同的有效性。您这样做真的很不光彩。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、光彩的，什么是光明正大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这么做是对的。我是觉得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。你是不是特别享受这种别人求你帮忙的感觉？我觉得助人为乐是美德。奸钱驱逐正钱是非常残酷的，所以才需要有人挺身而出。挺身而出的成本有多高？你计算过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计算正义的成本。恭喜你，罗宾主任。我希望全景在你的带领下风生水起，蒸蒸日上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是啊，秋高气爽，一个收获的季节。我觉得你应该说呀，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。因为我跟你在这儿是偶遇吗？实际呢？实际这是经过我精心的设计的。你看，今天是你作为掌门人的身份，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，所以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。你看等将来咱俩老了啊，住在养老院里，咱俩就会说起啊。你还记得那天吗？咱们俩一块下的车，啊，然后我们一起呢在办公楼下
相遇了，然后我们走进了这栋办公楼，之后召开了一个重大的会议，而这个会议呢，改变了律所的命运，改变了所有的人的命运。看来我得去找丽娜谈谈。哎，不是丽娜跟我说的，那是谁啊？我问了司机。那我要换掉司机。不是你的司机，是我的司机。恰好呢，咱们俩的司机都住在望京。那看来我要裁撤整个司机班。你不能这么做啊！你现在是上任伊始，你就大开杀戒，这对你不好。大在，你知道吗？之前啊，我了解了一下我们的运营成本，真的实在太高了。那你也不能裁掉司机班。我没有说裁掉，我说的是裁撤。裁撤的意思是，以后合伙人的司机啊、秘书这些行政成本，律所不再承担。那我的司机呢？跟大家一样，合伙人自己负责。那你的司机呢？我是主任嘛，这就不对了，这就大大的不对了。官兵应该一致嘛，不能说你是主任啊，你司机的费用就由律所来承担，而我是高级合伙人啊，我的司机就由我自己来负担。可是我已经把律所的大部分客户，包括我自己的，都分给你们了呀。哎，但不是所有的案子它都赚钱呀，对吧？比如说公益服务啊、法律援助啊，如果你这么做了啊，那就没有人再去做什么这个帮助老百姓啊这种普通案子，没有人去做公益了。不，律所会专门成立一个公益事业部，由律所养的。那我去公益事业部。可是公益事业部没有司机、秘书这些配置。你说的没错，今天的确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日子。天气真的不错，我等着你说秋高气爽呢。要变天了。今天你们为什么要坐在这儿？而我为什么又站在这儿？我快速地回忆了一下，我发现迄今为止我参加过的所有会议，绝大部分都是台上的人废话连篇，台下的人昏昏欲睡。所以当今天我有资格站在台上，而你们坐在台下的时候，我决定不这么做。我希望，如果我有幸能够活到耄耋之年，而在座的各位，到那时候也都活在世上，我们再次相见，想起今天我们说的话，大家能够依然记忆犹新，言犹在耳。首先，我们要做出一些改变。压缩行政部门，以及改变评价体系。因为当我还是一个年轻律师的时候，我就对僵化的考核体系深恶痛绝。虽然这一体系被发明出来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管理，但是它非常不适合一切有创造力以及有自尊心的个体。他把人当奴隶，你们被要求每天写日报，每周写周报，每月写月报，但我相信，你们当中的大部分人，一定会为了对付这些日报、周报、月报，犯过愁，而去胡编乱造，甚至嫁祸给无辜的客户。比如你们的客户如何难缠，以至于你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安抚他们。而事实上呢？你们只是因为当天没有可以写到日报里的业绩而已。所以，今天这个考核体系正是寿终正寝了，因为我比大家更不想浪费你们自己的聪明才智。
但是啊，这并不代表就不需要考核了。砸碎旧的东西总是容易的，任何一头驴都可以踢倒一个谷仓，但是建立谷仓，驴就不行了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思考，如果把全景比喻为一艘船，那么现在我就是船长。我要带着大家到什么地方去？这就是通俗的战略。全景的战略是什么？未来几年我们全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律所？而在座的每一位又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期待？请诸位原谅，我不敢在这儿承诺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，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。因为有些人的目标实现是以丧失良知为前提，有些人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，而我不希望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成为这样的人，我自己也耻于与这样的人为伍。今天我站在这儿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，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知道，都能清楚地知道我的目标，也希望你们能够认同我、支持我、赞同我的观点。第三，我可能不能保证全景在我的带领之下成为最赚钱的律所，但我可以保证，全景可以成为最值得尊重的律所。我也不能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赚到很多很多钱，但我可以保证，你们在全景的每一天都能感到人间值得。作为船长，我不能保证我们全景未来会一帆风顺，我也不能保证我们全景未来不会遇到大风大浪，但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，为大家挡风遮雨，奋不顾身，一往无前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散会。罗主任，不好意思，丽娜，我就很简单几句话。你说，你的新秘书不是就用封主任原来的秘书吗？狄坤怀孕了，高龄产妇，医生说她得卧床，所以你得找个新秘书。哦，这事儿咱们回头商量。好，您请坐。好，谢谢。焦恩，柯东的新任首席法务官。罗宾，久仰大名，你过奖了，希望有幸能为您服务。听你这个师妹说，你喜欢打网球啊？焦恩先生也喜欢打网球。哎呀，岂止喜欢，我是热爱，共同的爱好，共同爱好。幸会，幸会，幸会，快请坐啊，坐。丽娜，小会议室那是谁呀？罗宾很重视这样的。一个嗨大的客户。嗨大的客户有多大？应该是迄今为止自全景创立以来最大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丽娜。我一会儿就不跟你一块进去了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不用，真的，你能带我过来，我就已经很感激了。不用等我，一会儿你就先走吧。别，我还